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提到了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目前呢，在4月19日已经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截止到目前呢，处在一个八件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行情当中对于比特币来说，有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下跌趋势的预期。但在预期当中，我们看到目前结构上对比特币在27500点构成了一个支撑。这条支撑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箱体底边线位置的一个支撑。但在支撑如果跌破之后，也就是说到达26500美金之后，我们会看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出现。总而言之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是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箱体支撑位附近所以呢，行情当中有反弹机会，暂时规避风险目前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行情如果能够持续震荡下去的话，最终呢在27000点形成支撑的话，那么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就会形成窄的收敛结构。我们知道多头行情往往是窄收敛结构它的角度逐渐收窄之后，像前面这轮行情，它的角度呢逐渐收敛之后变小之后，会酝酿一个多头行情。因此呢，不排除后面震荡过程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角度变窄，然后酝酿一个多头行情。因为我们知道行情当中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因此呢，虽然在下跌趋势当中，但是呢，如果这段难关最终的沙僧阴线不跌破26500美金的话，有机会形成窄收敛结构，并且呢继续向上突破。整个周期上来看，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行情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目前的调整的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过程。那4小时级别调整过后，如果能够得到支撑，那么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会得以继续。如果得不到支撑，得不到26500美金支撑，那最终呢可能发生的就是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是不要紧的是，目前比特币是处在4年一个周期的一个轮回过程当中，那么行情已经经历了1年的下跌过程，跌幅接近85%。那么后面的行情大方向依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因此呢，一旦遇到调整一旦遇到日线级别下跌，就是现货和低倍杠杆做多的一个机会。当然了，这轮行情当中很多币种遭到了一个错杀，比如说我们前2天提到的 UNI 和 IN 勾特别提一句，就是 UNI 目前已经跌破了在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跌破了一个箱体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的底边线。底边线跌破之后，下方的这个区域上都是我们抄底的一个节点，那么当前就应该开始布局仓位了。因为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它是一个变盘的区域，在下方抄底之后一定会通过焦点之后转上来，所以呢，当前的这个区域上对 UNI 来说是一个逐渐布局仓位的机会，同时可以布局的是一直强势上涨的 IN 勾IN 勾呢，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7倍涨幅，目前正在走的是第2轮的第1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走完了，目前正在走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正在同下方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进行一个交汇。那么目前处在一个筹码密区，筹码密区大概是在$6，是由4月4日左右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那最终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日线级别144均线和 K 线进行一个完整的交汇过程。那么行情调整到这个位置，目前已经最大跌幅是超过30%，已经达到了接近40%附近因此是可以逐渐埋伏抄底的一个机会。IN 勾呢是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强势币种，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在底部出现黄金坑之后，一路上涨，涨幅达到7倍，并且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证明它是一个强势于比特币的币种。那么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一旦完成日线级别下跌回调动作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开始缓慢布局的一个过程。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它一定会出现接力式的第3轮的
周线级别的上涨，因此呢，对 IN 勾的埋伏和对 UNI 啊这种超跌币种的埋伏是目前5月份啊5月中旬10到20号这个时间段啊要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啊这轮行情牛熊更迭的时间点在4月20日到7月中旬会逐渐出现底部，但是这个底部的位置呢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范围性的打击啊，底部区域形成最低点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低点出现之后呢，没有人会认为当前的低点就是低点，往往是这段时间这段行情走完之后，所有的人才共识到啊本轮行情最低点在哪个位置。因此呢，对于牛市之前的一个布局，目前最好的时间点已经开启。所以呢，毫无疑问啊，目前对于很多优质的币种，特别是公链包括我们之前说的CF 这种公链强势的公链一定要在调整的过程当中逐渐把仓位夯实。那么目前市场当中的热点还是在 BP20 这个板块上那 AI 道指和 PEP 毫无疑问是本轮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热点。我们打开 PEP 在火币网的 K 线这个在火币网上它的 K 线是比较多的。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路上涨之后它的涨幅是超过10倍达到18倍左右。那么行情在这里面开始出现调整时间级别目前还没有达到日线级别，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两轮4小时级别调整过程完成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最大回调达到了60%以上，巨幅回调，但是我们通过对数坐标系看到它的回调还是不足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蓝色线50均线已经正在下穿10日均线，那么对于PEP 的预期，它可能最终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如果能够在完成周线级别上涨洗油之后，做一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才是可以开始布局的一个时间点。那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才是变盘可能发生的位置。因此呢，对于 PEP 来说，对于母模板块来说目前仍然有一个下跌的空间。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接近焦点的时间点同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大概是0.501266附近在这个区域上才是一个平台期。因此呢，对于 PEP 来说，目前可以做空，不建议抄底，抄底要耐心等待重要的点位发生之后才可以重新布局。那么对于 PEP 来说它是本轮行情当中最热点的币种，虽然经历了下跌，但是我们看到成交量依然非常巨大同时呢同板块的很多币种像这个 TURBO我们看到也在很多平台上出现了一个成交量巨大的显现但是呢 PEP 是本轮板块当中的一个龙头币种，因此呢要耐心等待它走完它最主要的一个下跌日线级别下跌之后，才建议可以开始布局。在下一轮行情当中，在牛市到来的时间点，我认为对于 PEP 来说，这种热门币种仍然是有机会重新启动的因此呢，在下跌完成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就是可以重新布局某某板块的一个好的机会和价格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抹茶和 Gate.io 上不断上新这种新的币种，但是它的这个上新往往是通过空投的方式空投的方式，它的名字叫抹茶上叫阳光普照持有 MX 1个月时间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空投因此呢，我们看到 MX 代币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强势，几乎走了2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当前时间点 MX 对比特币相对于比特币来说进行了一定的回调动作，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大概是在2.6美金是有一个支撑位的，这条支撑位呢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上移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对于 MX 这种有价值的目前来说最火的平台币是可以进行缓慢布局的。布局之后呢，持有1000枚以上30天就可以获得持续的阳光普照的收入。虽然这些收入没有多少，关键在于它的不定期性每天或者每周都有很多对这个阳光普照的空头活动因此呢，对于 MX 来说，后面牛市当中一定会大赚的。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三连或者点个赞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